周一晨会，领导口误，四下俱记，我一人嘎嘎乐。领导黑脸，梁希把刚才的话重复10遍。晚上到家，领导跪着，我站着，我双手叉腰，周旭把老婆守则抄写10遍。我和周旭属于商业联姻，他家有钱，我家也有钱，为了彼此更有钱，我俩走到了一起。结婚到现在已经3个月，我产生了一点小苦恼，我好像喜欢上周旭了。这该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毕竟他那张脸号称多看一眼就要投降的顶级杀气，我3个月才投降，算得上铮铮铁骨了。这也该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毕竟他已经成为我的老公，有感情的婚姻生活总比没感情的婚姻生活要长久一些。但我和他之间有一份婚前协议，我和他的婚前协议其实有很多，毕竟各自家庭都不是省油的灯，各种财产划分的文件数都数不过来，签字签到手发软。我介意的那份婚前协议是我和他2人私下拟定的，关于婚后生活的约定。周旭对我的要求很简单，做一个合格的妻子。我对他的要求也就3点：1. 私生活简单； 2. 生活作风健康； 3. 只谈钱不谈感情。签协议时候的我信誓旦旦以为，哪怕结了婚我也能过独美率性的伪单身生活。没想到先越界谈感情的反而是我自己，真是啪啪打脸，颜控害人呐！意识到我对周旭那点心思后，我和他相处起来挺别扭，我会忍不住想看他。之前我俩在家相处都是各干各的，彼此相安无事，他浏览他的公司账，我研究我的美容妆。但我现在有点静不下心，知道他就在书房，我会忍不住送上一盘水果或者递上一杯咖啡。周旭摘掉金丝框眼镜，摁了摁太阳穴，抬眼看我，有事求我？没有，我当即否认，很快又想到什么，怂唧唧地说，有，说吧。他后靠椅背，手一伸，端起了我递的那杯咖啡，抿了一口，浅皱眉头，不合口味。我问，太甜。他说，我纳闷，明明没放多少糖啊。在他催促的目光中，我开始说正事，我要去你公司工作，你随便找个职位给我，这是闺蜜给我的建议。我整天逛逛街喝喝茶的惬意阔太太生活是泡不到周旭这种工作狂老公的，要想让周旭彻底爱上我，就得整天在他眼皮子底下晃悠，不光晚上得晃悠，白天也得晃悠。我深谙其道，并主动提议，做你秘书行不行？周旭不知想到什么，呛了一下，直言，秘书不行。我不自觉地撅起嘴，打杂吧。他退让一步，你来我秘书室打杂，打杂就打杂吧，好歹也算混进他秘书室了。很快我就成为了旭日集团总经理办公室的一名员工。我摸着手里的工牌，望着名字下方的总经办3个字，不禁咧开了嘴。这里距离周旭的办公室仅1墙之隔，非常方便我在他眼皮子底下晃悠。没高兴多久，我又察觉到问题所在，闲杂人等无照不得进入总经理办公室，而周旭他本人基本不屈尊来我们总经办这晃悠，他要召见谁只接一个内线电话。一整天下来，我连周旭的影子都没有见着。照这样下去，我何年何月才能泡到工作狂老公啊？我沮丧地和闺蜜抱怨，她劝我想开，别人接电话那是有正事，你一整天连个文件角都没摸过，你指望周旭打电话给你调情啊？调情2字说的我都害羞。我恨恨道，他敢打我就敢掉。没想到这狠话才放出来，周旭立马就找我了。内线电话响起，他冰冷有质感的声音响在电话那头，送杯咖啡进来。啪的一声，电话挂了，根本没有时间调情。我一边咬牙暗骂这狗男人竟敢这么对我，一边顺从地起身到茶水间给他泡咖啡。敲门进屋，我恭敬道，总经理，咖啡到了，搁着吧。他一抬下巴，我慢吞吞地上前，视线不由得往周旭那儿瞥。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背后是一整面贴着墙的书柜，他略微低着头，指尖攥着一支金边钢笔，在纸上勾勒着什么。笔挺玉贴的西装3件套还好好穿在身上，颈上那条藏青色斜纹的领带是早晨出门时我给他系上的。我把咖啡搁在他手边，他一推椅子看我，还习惯吗？有点无聊。我实诚道，我以为你会喜欢清闲点的工作。我抬眼看他，还是忙点好。我心想，最好是能经常在你眼皮子底下晃悠的那种忙。了解了。他点点头。工作任务量显著增加，具体表现在所有送文件和送咖啡的活如今都归我，名副其实的打杂。当然这也大大方便了我在周旭面前刷存在感，我心满意足。刷存在感的同时，凭借各种小礼品和下午茶，我也成功俘获一众同事芳心。他们在讲八卦时终于能带上我了。午后休息时间，我搅着杯中的红茶，听有人打趣我，梁希，采访一下，第一次见到周总那张脸是什么感觉？我淡笑道，还挺心动的，这是实话。第一次见到周旭是在我父亲的生日宴上，他姗姗来迟，手里拎着西装外套，紧着衬衫马甲，金钱的银色细链闪动，发丝微乱。突然的一阵风吹开他的额发，露出那精巧的眉骨弧度，他一抬眼，眉目间的神采仿佛让整场宴会都为之失色。那张脸就是镇场的神器，谁也忘了他是迟到的，徒留他金贵又不失风度的和众人寒暄。可不敢心动，一同事自来熟的揽过我肩膀，周总有老婆的啊？我适时的疑惑。我和周旭的婚姻虽然是公开的，但众人只知周旭和世家集团的千金成了婚，并不知道那千金是我。这得益于父母对我的保护，他们想让我健康快乐的成长。结婚这3个月来，周总可一天班都没加过，他以前是出了名的工作狂，一天恨不得掰成48小时来使的。我眨眨眼想辩驳，周旭他虽然不在公司加班，但他在家里加班啊，这不是典型的要美人不要江山吗？有同事附和，另一同事冲我八卦挑眉，我们都觉得周总肯定爱惨他老婆了，不然他这种工作狂怎么会舍得每天准时下班，肯定是为了回家陪老婆嘛。真是想多了，真实情况明明是他老婆每天准时上班打卡到公司泡老公。
为了更快泡到周旭，我在穿衣打扮方面颇费心思。各大品牌送来的职业装逐渐占据我衣帽间的一角，我一天换一套，变着花样在周旭面前晃悠。可这男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竟一点要动心的迹象都没有，还是那张扑克脸，还是那副工作狂的模样，连一眼都不多瞧，实在是郁闷。我约闺蜜出门喝酒，闺蜜一看我那打扮，啧啧称奇道：“不是我说，周旭这人定力可够强的呀，你这么一娇滴滴的大美人，整天在他眼皮子底下晃悠，他不动心？他这都不动心？”他骂道：“他是不是不行啊？换我直接就扑倒。”我被他逗笑，媚眼嗔他一声讨厌，正经道：“你说他该不会喜欢男人吧？没听说啊。严可分析，要真喜欢男人，圈子里总该有点风声吧？”我颇认可，郁闷地撅起嘴。闺蜜揽着我的肩宽慰：“要不咱换个策略，真喜欢那就去追，管他谁追谁呢，最后在一起了就行。”不行，我义正辞严地拒绝。正所谓床上的衣服没有自己脱的，我良心的男人也没有自己先追的。严可笑开：“你这什么歪理？”我也笑，其实就是要面子。婚前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谈感情只谈钱，这才3个月我就眼巴巴地去追人，那以后我还怎么在周旭面前混？所以必须是周旭追的我。严可晃着手里的酒杯，提议道：“不然咱装醉试探一下。”我瞬间会意，点头应允。可我撑着下巴看严可给周旭打电话，大意是我喝醉了，正发酒疯，让周旭赶紧来巨业酒吧接人。电话那端应了一声好。等周旭的间隙，我开始担忧，他不会让司机来接人吧？严可道：“那这男人咱们不要也罢。”我深觉有道理，狠狠点头。等周旭的间隙，我往脸上补了点妆，颊边红润，眼眸湿润，看着和醉酒没什么区别。严可电话响起的那一刻，我迅速瘫在桌上，看周旭出现在巨业酒吧的门口。他大概才洗过澡，头发有些湿，身上不再是那板正的西装，而是简单舒适的家居服。他握着手机，大步向我们走来，脚上还踩着拖鞋。我迷离着眼装醉，周旭一把拦过我，抱在怀里，问严可：“他怎么喝这么醉？有心是吧？”我听见严可答，他那严肃悲悯的语气差点把我逗出声来。我忙忍住，双手攀上周旭的脖颈，细微喘着气。周旭揽在我腰间的手霎时一紧，颈间被我气息拂过的地方腾起一层小疙瘩。我听见他清了清嗓子，问严可：“你还好吗？需不需要先把你送回去？”严可摇头：“不用，我男朋友等会来接我。”“那等他到了我们再走。”周旭道。严可男友很快到了，周旭向酒吧要了一条毯子，裹在我腰间，躬身把我公主抱离酒吧。我埋手在他脖颈间，想起装醉策略，糯唧唧地冲他撒娇：“放我下来吗？我还要喝酒。”他愣了一瞬，好似连身体都僵硬了，绷着下颌吐出2个字：“不准。”他语调很冷。我有点生气：“什么吗？我都撒娇了，他还这态度，他根本就不喜欢我。”我闹着要下来，他不放，大步将我抱离酒吧，闹来闹去，闹到门口已是半拖半抱的姿态。他许是也恼了，将我抵在墙上，手掐在我腰侧，吐气很凶，目光如炬地盯着我。我不想看他，别开脑袋。他扳着下巴扭过我，一字一顿认真道：“以后不准在外面喝酒。”我不出声，只是看他，目光扫过他精致的眉眼、高挺的鼻梁，还有一看就很好亲的嘴唇。怎么会那么红呀？疏忽间，他喉结轻轻往下一滑，目光逐渐变得危险。我恍然间明白过来，这男人还是行的吗？酒吧那晚后，我和周旭还是没什么进展，但我信心满满。毕竟这男人额头上如今写着可攻略3个字，只是不等我攻略下周旭，倒先把总经办的同事给攻略了。周旭有2名男特助，是他出差外派的首选，一名已婚，一名未婚。未婚的那位不知怎地看上我了。我很笃定我没做什么，甚至话都没和他说过2句，但他进来总是找我套近乎，送一些精美的小礼物，一和我对视还要脸红，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实在不想惹不必要的麻烦，第2天麻溜地套上结婚戒指去上班，隐晦表明我也已婚的事实。在忙碌且充实的日子中，迎来了周旭爷爷的80大寿。寿宴在周家老宅的主厅举行，我和周旭早早来到宴会现场，挽手扮演一对恩爱的新婚夫妇，与每位前来贺寿的客人寒暄。酒过3巡，周旭悄悄凑到我耳边：“还好吗？”其实还好，但我想撒娇，嘟嘟囔囔：“有一点点累了，你去休息会儿。”他接过我手里那杯看似是酒，其实是水的东西，道：“差不多了，我一个人可以应付。”我看向他，合格的妻子这时候可不能缺席哦。他蓦地笑了：“你今晚是优秀。”算他识相，我心满意足地离开，躲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揉酸疼的小腿。12公分的高跟鞋真不是人该穿的。小憩片刻，又重新补了个妆。我踩着高跷从休息室出来，撞上儿时的发小徐少宇。我假装没看见，擦肩而过。他几步追上我，脸上是讨好的笑：“怎么，几年没见不认识了？装看不见是不是？”我抱胸看他：“我们熟吗？”他笑：“一起玩到大算不算熟？那我结婚你都不来，这算什么好朋友？”他解释：“那我不是在国外吗？当时真有事，姑奶奶，我给您赔礼，赔礼行吧？您就说我做什么您才能消气？”哼，我悻悻地看他，确实有些生气，但也不是不能原谅。不过徐少宇诚意这么足，我自然得配合着多生点气。几句话下来，破开隔阂。他和我并肩往宴会厅走，一边走一边道：“周旭娶了你，很得意吧？”“什么意思？娶了意中人，他还不得意呀？”“他愣了几秒：“你不知道这是？”他脸上呈现出说了不该说的话的惊恐表情。我瞬间明白过来：“你的意思是周旭一直喜欢我？”我什么都没说。他立刻捂嘴。我盯住他，故作凶狠。对峙几秒过后，他松了劲儿：“是这样没错，
但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周旭这是我说的。在他的讲述中，我听到了一个全新版本的故事。原来周旭一直暗恋我，就连我们两家的联姻也是他一手促成的。这狗男人！我说他洗完澡衣服不好好穿，隐隐露着腹肌是要给谁看？原来就是要给我看。他一直都在吊我，我蠢兮兮上了他的当，不仅喜欢上他，还一门心思想着泡他，真是马失前蹄。我深吸一口气，平复激动的心情，待身心皆冷静下来后，重新返回宴会厅。厅内觥筹交错，周旭陪在寿星公周爷爷的旁边，背对着我，端着一杯酒，正与前来祝寿的客人寒暄。那背影高大挺拔，帅得掉渣。我冲他娇滴滴喊了一声老公，他身影显见的一抖，连杯中酒也跟着洒出少许。我忍住笑，快步迎上前，恨恨地想，不是吊我吗？那接下来就看谁吊得过谁。结婚这几个月来，我从未喊过周旭老公，多数时候直呼其名，其他时候直接省略称呼。第一声老公对周旭的冲击好像有些大，他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他还在迎客，面色已然僵硬，点头微笑全凭本能，碰杯也是机械动作，时不时的总要侧头看一眼我。我藏起颊边狡黠的笑，歪头冲他一眨眼睛。他仓皇别开视线，慌张无措的小眼神好似要疯。太好玩了，我想。待一波客人退去，他将我拉至角落，压低了嗓音质问：刚才你干嘛？爱呀。我满脸无辜地说。爷爷看到我们小两口恩恩爱爱的，不就会特别开心吗？我抬眼看他，还是说你不喜欢？他清清嗓子，我只是没准备好，习惯就好了。我娴熟地挽上他的手臂，余光瞥着他的表情，试探着又喊了一声老公。他板着一张脸应我。我悻悻地耸鼻，这家伙别以为我没看见，你分明在暗爽。得知周旭一直暗恋我后，我才后知后觉，那张扑克脸原来是他的保护色，隐在扑克脸之下的是他藏了又藏的爱意。还是像往常一样送咖啡到他办公室，看他故作冷峻的模样，忍不住要逗他。老公，你的咖啡。他指尖的笔一划，在纸上落下一道显眼的痕迹。他隐忍着看我，在公司别叫这个。我乖巧应答，催促他快尝尝我泡的咖啡。他端起咖啡开始尝，我不着急走，倚在宽大的办公桌旁，双手撑着下巴，专注地看他。1秒、2秒、5秒，他支撑不住了。怎么了？我暗自好笑，才5秒而已。我缓慢摇摇头，状似新奇般提起眼镜呢？今天怎么没见你戴眼镜？有点扎睫毛，他说，而且现在眼睛还不累。我换上迷妹语气，可是你戴眼镜好帅哦。哦，他淡淡应声，仿佛不当回事，又浅抿一口咖啡。等我晚些时候再进去送文件，他挺直的鼻梁已经架上那副金丝眼镜，低头正签文件，严谨斯文中透着些许禽兽禁欲的气息。可恶，明知道他在吊我，我还是狠狠被吊到了。我默念清心寡欲，将文件递到他手边，道：今晚徐少宇请客，我不回家吃饭了。他扭头看过来，上下扫我一眼，问要不要回家换身衣服再去。白衬衫、灰色一步裙、裸色高跟鞋，好像是不怎么适合朋友聚会。我点头，他再道：一起回吧，小张今天家里有事，我让他提早下班了。小张是他的司机。我颇犹豫，可是你在公司上我的车会很显眼。他很好说话，我可以走到公司附近的路口上车。我还是犹豫。他停顿2秒，突然冲我眨了眨眼睛，放软声调说：老婆大人带我。靠，竟然10美难计。我没出息的答应下来。事情的最后演变成他载我回家，送我去聚会，被徐少宇等人热情挽留，万般推辞过后，无奈一同聚餐。看完全程的我只想说，呵，男人，你的名字叫影帝。聚会地点在徐少宇家的酒店，一行人挑了张圆桌，先吃饭。周旭坐在我右侧，在他弟不知道多少次将视线落在我的腰侧时，这饭我有点吃不下去了，主要是想笑。朋友聚会的穿着我一般追求舒适，今天穿的也很简单，白 T 阔腿长裤。那上衣其实不短，只是夹菜时肘带间100总要往上扯几分，一提一落总是露腰。我见他看得起劲儿，索性揪着100在左侧挽了个花，又显瘦又露腰，一举两得。不久，周旭踢耳过来，你冷不冷？我忍笑摇头，不冷。我心想，就准你故意有意蓄意在我面前露腹肌，就不准我随心随意随性露点腰了。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还是说，车上我带了件外套，你要是冷我去给你拿过来。我忍笑看他，还没来得及出声，耳边响起调笑的声音，小两口说什么呢？凑那么近，能不能说给大家听听啊？我循声望去，说话的是林城，花花公子，以前追过我，不过我没看上，换女朋友比换衣服还勤快的类型。我扫白他，夫妻闺房话你也要听啊，你骚不骚？不骚，这桌谁不想听啊？他笑了笑，40意难平地提起，好好一个大美人，怎么就被你周旭搞到手了？来，周总谈谈经验呗。我颇难忍受他轻浮的语调，刚要发作，被徐少宇抢了先。去，林城，就你那狗样，奈何周旭比？先把你自己手里那堆烂账搅和清楚吧。徐少宇估计喝的有点多，他平时讲话颇收敛，不会像这般刻薄直白，今天这完全是不留情面了。我不能比，那这桌总有能比的吧？林城倦懒道。徐少宇继续输出，这桌谁都比不上周旭。他大概在兴头上，声音激昂。人喜欢小溪多少年，那是实打实的真感情，就你们那小打小闹似的恋爱，说出来都怕让人笑话。他嘚不嘚的还在输出，我满脑子却只剩一个念头，暴露了。我悄悄看了眼周旭，发现他也在看我，神色有几分慌张，亦有紧张。我咽咽口水，还没想好要说什么，徐少宇把话头转向我，问：小溪，你说是吧？啊，我根本就没听啊。可一桌人都在看我，只好胡乱点点头。看吧，我说什么？徐少宇是骄傲的语气。
周旭的手突然攥上我的手腕，很烫，亦握得很紧。他一语不发，直接将我牵离包厢。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还有些懵。徐少宇没说啥不该说的吧？包厢与包厢之间有休息室，周旭拧开其中一扇门，拥我进去，落锁，将我困在他的臂膀之间。他垂眸看我，眼底好似浓到化不开的墨。这气氛，我没来由的有几分害怕，缩了缩肩膀。他哑着嗓音问：“你一直知道我喜欢你？”我懵懵的。爷爷生日那天知道的。他盯住我，眼神越发深沉。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说点什么缓解这努张的气氛，他右手突然抬起我的下颌，低头吮住了我的唇瓣。我瞪大了眼，几秒后在心底暗骂：狗男人好凶。吻过之后，我根本不敢再回包厢，嘴发红，腿发软，连衣服都是乱的。周旭回包厢拿了我的包，不知道他是怎么和那群人解释的。他牵上我的手，勾着嘴角说：“搞定了。”一路晕晕乎乎就随他到了家。家里的阿姨炖好了木瓜银耳，问我要不要来一碗，我点头。他将盛好的木瓜银耳放在餐桌，我落座，刚准备吃，周旭直接连盘端起，牵过我的手，一路上2楼，左拐进我的房间。木瓜搁在一旁，他将我推到单人沙发上，低头又要吻过来。我实在有些招架不住，忙推开他。等等，话还是先说清楚比较好。他顿了片刻，点头，抽来一张小板凳，坐在我腿边。我一边吃银耳木瓜，一边问：“我们的婚姻是你一手促成的？”他缓慢点头。我笑了笑：“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他答：“高中那时候。”我纳闷：“我们不认识吧？”他说：“只是你不认识我。”莫名就听出了几分怨怼。我好奇：“你那时候怎么不追？”周旭很坦荡：“那时候算高攀。”我恍然想起，旭日集团是近几年才做大做强，他们家一直在上坡，我们家却是下坡。这次结婚是为了促成一扇大合作，我们家算是沾了他们家的光。我嘟囔一句：“那婚后也可以说吗？”婚前协议。他笑着说：“万一我和你表白，你却要和我离婚，那我上哪说理儿去？”我也不至于这么野蛮，正好我看他婚前协议不爽也很久了，随口道：“宠你一份吧。”他点头：“行啊。”他像早准备好那般拿来纸和笔，落笔时又几度停顿，扭头看向我。我割下木瓜银耳，喊道：“看我干嘛？写你的要求啊？”他说：“我没要求，是你就好。”还挺会说话，这男人开窍这么快的吗？我嗔他一眼，接过笔，洋洋洒洒的在纸上落字：“不准骗我，不准凶我，有事不准瞒着我。”一连串写了8点要求。我看着满纸我的字迹，顺嘴道：“干脆叫老婆守则算了。”周旭点头：“也不是不行。”他接过那份协议，问我：“这里签字吗？”他坦然又顺从的态度让我有些怔愣。我五指摊开附注纸，问他：“你要不要再想想？”他利落签字，看向我：“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去，狗男人确实会说话。我笑着在他脸上亲了一下。木瓜吃完，协议改好，想起前段时间他的冷待，闲来无事，我索性开始算账。第1条，为什么嫌弃我泡的咖啡？我明明没放多少糖，我偷偷尝了，哪有太甜？他回答：“你泡的都甜。” OK， 算他过关。第2条，凭什么我只配去秘书室打杂，我就不能当你秘书吗？你这分明就是看不起我，冤枉。他说：“你真成我秘书，那我就别想好好工作了。满脑子都是你，是我的问题。” OK， 也算他过关。我掰着手指头还要数他的罪状，好比加班，好比工作狂。谁知他突然附上来，压住我，哑声：“今晚我能不能留下？”我哼哼踢开他：“不准，回你的卧室加班去。婚后恋爱的上班第1天。”周旭飞要和我一起去公司，我断然拒绝。笑话，我可不想暴露我和他的关系，万一被同事知道了，以后茶水间八卦肯定没我的份儿。正上着班，内线电话响了，我接起，问他：“周总是要咖啡吗？”他答：“想你了。”被言可说中了，这男人真打内线电话调情。众目顺之下，我实在羞涩，继续正经问他是哪份文件呢？我给您送进来。他说：“太想你，刚才签文件还签成你的名字了。”我掩嘴压低了声音喊：“周旭！”他蓦地笑起来，嗓音醇厚动听，好似美酒缓缓流淌在心头。莫名的，我觉得甜蜜，弯起嘴角。他说：“10点有个会议，你来做会议记录吧。”好的，我公事公办答。他补充一句：“其实就是想见到你，开会多没意思，看着你才好一点。”这男人，我简直想骂他，又怕这声音惹来办公室的惊诧，强忍下来，随手从桌上抽了一份文件，敲门进了周旭办公室。他好似一直在等我，张开怀抱等我入怀。我将文件拍在他桌上，故作凶狠：“上班时间你给我正经点。”他拉我坐在他腿上，提耳呢喃：“想不正经很久了。”这节骨眼，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我忙扯正题：“李特助呢？最近怎么都不见他？出差？”他说。我疑惑道：“他最近好像一直出差呀，以前都是李特助和赵特助2人轮换着出差的。”我恍然醒悟，该不会你知道了？他理直气壮：“谁叫他对你有意思？”我捶他胸口：“我已经解决了呀，不放心。”他说：“正好外省有个项目在推进，到时候把他调过去当负责人，这大概算升职。”我不再深究。周旭却突然醋意大发提起：“你竟然敢提别的男人，我要惩罚你。”他双手箍在我腰侧，贴着我的耳畔，一路前吻过来。什么惩罚？你根本就是想亲吧？耳鬓厮磨许久。出他办公室的门时，我颇为不好意思，低垂着头，文件遮着额头，做贼心虚般快步回到自己的工位。大约是那天的会议记录做得不错，再往后的会议，周旭总要叫上我。周一晨会，和周旭厮混了一整个周末，周一其实有点起不来床，又困又倦，还酸还痛。上午10点，我掩着哈欠与众人一同进入会议室，各部门负责人轮流发言，共商进展。我提笔做记录，即使努力控制，也挡不住那源源不断涌来的困意。
项目部负责人讲话实在催眠，声线酷似我高中历史老师。我一上他的课就爱睡觉，如今光阴流转，更是困得睁不开眼，头猛地往下一栽，清醒过来，耳边响起一声轻笑。我扭头，是周旭，好整以暇地盯着我瞧。我瞪他，看什么看？要不是他，我都不用来受这份罪。他提笔在纸上写了什么，指尖推到我面前。我抬眼一瞧，纸上写着“口水”2字。不是吧？我匆忙拿手胡乱擦了擦嘴周，哪有口水？分明干净得很，耍我！我继续瞪他，他又笑，笑容格外灿烂，格外恼人。恰好项目部负责人发言结束，到他发言，周旭时只拨了拨话筒，清了清嗓，道：“这个口水。”一时间四下俱寂。我想起他刚才是怎么逗我的，完全不给面子，扑哧一声笑出来。哼哼，终于轮到你丢人了吧？周旭严肃着一张脸，朝我看来亦有欣慰。梁希把刚才的话重复10遍，没有人想知道连续重复10遍口水是什么感觉，我也不想回顾，我只觉得丢死人了。那天公司的论坛和大群都流传着我的口水传说。周总怎么在会上突然提口水？口水是我想的那意思吗？能不能来个人告诉我，当着一众大佬的面重复10遍口水是什么感觉？天啊天啊天啊！我的脚趾疯狂施工，热帖轮换，话题轮换，但内容全都不离口水。我在公司彻底出名，我从小到大没丢过这么大的人。按下决定不理周旭，任他千哄万哄，我也绝对不要和他说话，单方面宣布冷战1天。当晚，周旭溜来我的房间，我扭头专注擦脸，看都不看他。谁知他扑通一声就在我脚边跪下来，开口：“老婆，我错了。”我有些被震撼到，但还是不打算看他。他递上一张纸，赫然是那份婚前协议。他说：“我私自加上了新的条款，老婆看看满不满意？我抽空瞧一眼，不准当面让老婆大人难堪。”勉强可以，但还是不打算原谅他。视线突然落到协议上方，老婆守则4个大字。我以牙还牙，恨恨开口。周旭把老婆守则抄写10遍，他抬起头。我抄完你就不生气了吗？我不吱声，但其实已经消气。他提议，不然你拍个视频，把我罚抄的画面发到公司内网，这样我们就一起丢人了。我才不上当。你其实就是想公开吧？他理所当然，结婚证都领了，为什么不能公开？公开这件事，问题其实在我不太想。要真和周旭公开关系，我在公司哪有现在这么自由啊？情势反转，他哄我变成我哄他，不过周旭很好哄，亲2口就能解决的事。又是黏黏糊糊的一个夜晚，转眼间我在旭日集团上班已超过2个月，不仅结识了聪明可爱的同事，和周旭的感情也突飞猛进。这晚，我和周旭正躺在床上争执当初谁掉谁更狠的问题，手机突然响了一声，我恶狠狠地开口：“待会儿再找你算账。”消息是公司一位与我玩得很好的同事发来的，附带一段聊天记录。董珊珊，嘻嘻，这些都是真的吗？董珊珊，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但他们有人拍到了照片。董珊珊，你要不要去公司大群澄清一下？我点开聊天记录，有几张照片，分别是周旭在路口上我的车，我在路口上他的车，他亲我，我亲他，车来车往甜蜜蜜。我踢周旭一脚，都怪你，暴露了。他凑过来揽我的肩膀，跟着一起看聊天记录，往下的话有些不堪入目，说我每天故意穿那么性感是为了钓他云云，还说我这种女人表面装得那么清纯动人，背地里却喜欢做有钱人的小三。他表情1秒严肃，拿来他的手机，我派人去查这件事，我来处理。算了，公开吧。我说这件事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让人知道他和我原本就是一对，不存在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看我一眼，从枕头底下掏出结婚证，说这就公开。我怀疑他真的盼了很久，不然怎么连结婚证这种东西都在枕头底下藏着。他拍了一张照，我以为他要发朋友圈，没再管，回复董珊珊的消息。梁希，其实我就是你们老板娘了。董珊珊，你要不要再说点什么？我现在有点慌乱。我笑笑，索性拿过周旭的结婚证，也拍了一张发给他。梁希，现在信了吗？董珊珊，我靠，董珊珊，老板娘竟在我身边。又聊了一会儿天，他突然问我，需不需要我帮你把这个照片发到那个群澄清一下呀？我回复，好呀。他下一瞬发来消息，不用了，周总已经澄清了，附上一张截图。我点开，愣了一瞬，这男人竟然将结婚证的照片发在了公司内网，在一堆严谨板正的方案、文件、公告、通知上方，是一张雾得不能更突兀的结婚证。靠，好丢人是怎么回事？生平第一次不想上班，但想到公司那帮可爱的同事，还是艰难从被窝里爬了出来，就当是最后一天上班，去公司道个别。周旭一路上都在抱着我安慰，说着没什么大不了啊，合法夫妻秀一秀恩爱怎么啦之类的话。合法夫妻秀恩爱确实没什么大不了，但哪有人秀恩爱秀去公司内网，显得他这总经理特了不起吗？周旭的车一路驶进公司停车场，我和他一起进总裁专梯，直达办公室门口。我以为这样就能避开同事的揶揄，不料一出电梯就看到总经办的门口挂着一条鲜红的横幅，热烈欢迎老板娘莅临总经办视察工作。好土，好雷人，又好好笑。旁的周旭直接笑出了声，他拍拍我的肩膀，忍笑说道：“老板娘，去吧，视察工作。”我强忍着羞疏，一步一个脚印迈进总经办的门，换来同事热情的欢呼和掌声。很尴尬，但也没我想的那么尴尬。我摸到自己的工位，缓慢坐下。一上午过去，周围的同事都很友善，不会对老板娘话题避而不谈，但也没有过分热络。总之，没有我想象中那种可怕的场景，都还挺好的。除了周旭，这人脸皮大概是真厚，竟然直接拨内线电话给其他同事，还说着让你们老板娘进来送份文件这种话，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我气红了脸，直接进门找他算账，并表示中午别想我和他一起吃饭，午饭是和同事一起去公司食堂吃的。我原本沉寂下来的心，因为一份小礼物又重新漾起波澜。
食堂的打饭阿姨给我打完菜，从手边拿了一份精美的纸袋递给我，笑呵呵说着：“老板娘给的，要谢就谢老板娘吧。”我人都麻了，声音虚无：“谢谢老板娘。”旁边是董珊珊和几位知情的同事，毫不给面子，噗的一声笑出来。我嗔他们一眼，努力忍住那手脚蜷缩的感觉，接过纸袋，跟在他们身后去餐桌上吃饭。纸袋礼物人手一份，里头装着最新的电子产品、大牌护肤品、喜糖和一些零碎的小玩意儿，男女老少皆宜。我全部知情，看来是周旭的安排。吃饭途中不间断有认出我的同事，笑容满面的迎上前打招呼，末了还总要说一声谢谢老板娘，真是新奇又特别的上班体验。下午去人事办离职，大概给我走了绿色通道，几分钟就搞定了。我无职位一身轻，踩着高跟鞋一路直奔周旭办公室。推门进屋，周旭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看是我，笑着挑刺：“你这秘书怎么回事？进门不敲门？”我得意洋洋：“我现在可是老板娘。”哦，他说：“那老板娘有何贵干？”我笑着走近他，看看你这儿有没有藏什么小情人之类的。他一把拦过我，拉我坐他腿上：“你不就是吗？不正经！”我打了他一下，望着满桌的文件，我又嘟囔了一声：“你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呀？”他很上道：“老板娘有安排。”我一拍钱包：“发工资了，请你吃饭。”他麻溜儿说：“那我得赶紧工作，可不能辜负老板娘这顿饭。”陪周旭上班一直到下午6点，他终于结束工作，我和他牵着手一同下到公司停车场，车子驶离旭日集团。望着染着红霞的天边，我想到这段时间不算长的入职之旅，泡到了完美老公，怎么看都很划算。嘿嘿，全文完。